与迪丽热巴传闻缠身2年，刘宇宁终于说出真相。网友炸锅，一场关于边界、真诚与成长的深夜告白。深夜的8个字，像警钟，也像护身符。午夜之后，城市从喧闹退回宁静。就在许多人进入睡眠的时候，刘宇宁的社交动态忽然更新，请别牵连家人。8个字，像一声重锤，砸进夜色，也砸进所有关注者的心里。它不是流量口号，而是一道明确的界限。热闹可以是热闹，但请绕开无辜的人。深夜开口，从来不是顺手发帖，而是一种慎重的姿态，在最少干扰的时间里，把最需要被听见的话说清楚。2年的回声，沉默并不等于默认。自2023年起，有关他与迪丽热巴的种种揣测，就像风一样，时轻时重，总在耳畔盘旋。起初，他选择用幽默去化解，以温和回应抵住过度解读，像把锋利的刀刃套上软鞘。但沉默不是默认，幽默也不是退缩。当某些声音一次次越界，沉默就可能被误读成默许。于是，这个夏天，他决定把话说到明处。在被提起的夏天，默契与误读并行。2025年的夏天，因为一次自然、专业的合作，他与他的名字又被并置。镜头里，专业配合被解读成暗示；节目外，礼貌互动被拔高为信号。默契本应是职业的赞美，却常被拉向情感的想象。越是走得稳，越需要把作品内的默契与生活里的分寸区分得更清楚。正面回应，一句话打断所有续写。他第一次用最直接的方式把话说透：我目前单身，忙于工作，从未对迪丽热巴产生过情感倾向。没有铺垫，也没有修辞，直白的句子比任何花哨的澄清文案都更有力量。信息过载的时代，越是简洁，越能被准确听见；越是直接，越能画出边界。请别牵连家人，边界的底线与底气。这句请求背后是对个体与亲密关系的保护意识。公众人物可以承受公众讨论，但家人不应替人消化舆论成本。真正成熟的表达是把矛头引向自己，把风浪拆在身前，而不是让无辜的人被卷进漩涡。把家人4个字放在最前面，是体面，也是担当。流量的惯性，为什么故事总比事实跑得快？娱乐话题之所以反复回潮，往往不是因为事实，而是因为叙事。叙事拥有情节、悬念、立场，它像磁铁，吸住人们的注意力；事实则常常简短而单薄，缺乏戏剧性。当叙事与事实冲突，多数人不自觉地选择更好看的版本。于是，澄清需要加倍的耐心，直面需要更强的定力。专业与礼貌，从镜头里的默契回到镜头外的分寸。2位专业演员在镜头前的互动是对作品负责，镜头外的距离感是对彼此生活负责。把专业的默契当作私人线索，是对职业的误读。真正的尊重不是自作主张的替别人续写剧情，而是承认作品之外，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版图。朋友的分寸感越亲近，越要清楚。他多次强调与他是朋友，朋友之间的关心与互动是正常的、坦荡的。但朋友不是方便被外界任意改写的标签。好的分寸感不是刻意疏离，而是彼此相处时心里有一把尺，不逾界，不揣测，不消费对方的私欲。这把尺既保护友情，也保护尊严。幽默与立场，从化解到止损。2023年，他用幽默回应：如果真有这事，我早就请大家喝喜酒了。轻松一笑，既不失风度，也不伤任何人。2年后的今天，他选择更直接的方式止损。当好笑不再好用，就需要把立场讲清楚。这不是态度的冷硬，而是成熟的升级，从让风过去到让风别再吹错方向。公众身份的双重压力，被看见也被放大。公众人物的一举一动都在放大镜下，一个眼神，一句玩笑，一次转身，都可能被截取拼接复议。被看见是权利，被放大是代价。要在被放大的世界里不失真，需要清晰的价值锚点，知道什么可说，什么不必说，什么绝不能说。这也是他这次深夜发声真正的意义，用最少的话标注最重要的不可逾越之线。
真诚的成本，短痛换长安。真诚从不廉价，它的成本是短时间承受更高的声量，更快的反弹。它的回报是把误解清理在当下，把信任沉淀在长久。对职业来说，真诚像一把去燥气，让讨论回归作品本身；对个体来说，真诚像一面防护盾，把不必要的猜测挡在生活之外。我们为何爱看绯闻？因为它像互动剧。绯闻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它把我们变成参与者，猜测、投票、站队、胜负。它像一场没有剧本的互动剧，让人误以为自己也在推进情节。但当我们越投入，越容易和事实走散。真正的成熟观众会在兴奋之前问自己一句：这件事真的发生了吗？我需要为这份兴趣付出谁的代价吗？命名的权利把他和他还原为他和他。当两个名字被捆绑过久，个体就会被组合叙事替代。把他和他拆回他是不让想象替代真实的第一步。承认他是他，他是他，不是冷漠，而是对人的基本尊重。每个人都先是独立的自己，然后才有可能与谁并肩。护住你所爱，把好奇留在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外。请别牵连家人，是一位成年人的最低诉求，也是一位公众人物的最高自律。他提醒每一个围观者，你可以喜欢，可以讨论，可以表达，但请把好奇挡在门外，把善意留在门内。我们不必成为谁的护城河，但至少可以不做刺向城里的箭。职业心与向内生长，把注意力交给作品。最稳的回应不是一次次否认，而是一次次用作品让人闭嘴。把心力从澄清移回创作，从解释移回表达，是对职业最踏实的回归。真正的长跑选手不在乎短期名次，而在乎配速、耐力与方向。他选择在关键处说清，把其余的时间交给打磨与积累。谣言学解铭课：3步识别，3步止损。第一步，辨源，看信息从哪里来，是否是一手当事人表述。第二步，密证，看是否有完整、可核对的证据，而不是拼接的片段。第三步，测温，观察是否存在情绪带节奏，高情绪往往伴随低事实。止损也有3步，及时澄清，明确边界，回到作品。做到了这6步，留言的生命周期会被大幅缩短。面向未来的宣言，不逃避，不迎合，不内耗。他的深夜告白是一种长期姿态的预告，以后若再有类似风浪，仍旧真诚、直接，不逃避。把注意力交给值得的事，把界限画在必要的地方，把生活交给真正亲近的人。这不是人设，而是自持，持守自我，才不会被舆论牵着走。给每个被误解的人，请把话讲给值得的人听。如果你也被误读、被标签、被夸大，请参考他的做法。先稳定自己，再稳定叙事；先照顾边界，再照顾情绪；先对值得的人解释，再允许不必的人误解。不是所有误读都值得被纠正，但所有边界都值得被守护。给粉丝的3件小事，支持也是一种建设。其一，别放大未经证实的片段，把听说当参考，把当事人话语当准绳。其二，遇到恶意牵连家人时，主动踩刹车，转发之前多想1秒。其三，把热情投向作品与舞台。当讨论回到专业，留言自然会退潮。粉丝的选择会塑造艺人的舆论生态。真诚是最好的底牌。在喧嚣的娱乐江湖里，真诚像一种稀缺能力，它不会立刻赢，但它会一直赢。把话说清，把线画明，把人护好，这3件事做好，便足以抵达稳定、体面与长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愿意在深夜里安静地听他一句请别牵连家人，然后在心里点头，原来清醒与善良可以并存。致读者的心里话，感谢你读到这里。如果你也被这份真诚和勇气触动，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你如何看待沉默不等于默认？面对作品内的默契与生活里的分寸，我们该如何分辨？对于请别牵连家人的边界，你愿意如何践行？请点赞、留言，并关注获取后续更新。你的每一次互动都是给真诚与善意的加油，也是让健康讨论成为主流的力量。